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就聊聊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学习中文这么久了，还是不能流利的说中文呢？它的真正底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特别常见啊。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很多人有一个习惯的思维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互联网，对不对？网上会出现很多人学习中文特别快，几个月甚至一年，对不对？就能说非常流利的中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叹，他怎么做到这么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学得这么好呢？但是过一会儿，就是我们脑子里啊，可能就有一个机制就被打开了，就是我们的自我安慰的机制。我们就会开始去想，这个人为什么能学这么好？不是说我们要去模仿人家或向人家学习，而是在给自己找一些退路，找台阶下。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会说，他肯定是个语言学习的天才了。天才和我们常人怎么能相比呢？或者说，他肯定是因为生活在中国了，他生活在中国，所以他有语言环境啊。或者说他是华裔呀，他爸妈就说中文啊，他肯定能说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给自己找了这些理由之后，我们就突然之间释然了，觉得太正常了，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才学得这么好呀，我学不好那是理所当然的呀，对不对？我不能很快的说中文是理所当然的呀。但是每很多时候，我们看着时间在我们眼前一点一滴的流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学这么久，我都学不好？为什么我的中文还是这么烂？为什么我没法正常的沟通交流呢？为什么这么难？或者我可以沟通交流，为什么稍微难一点点的东西，我还是说不出口，我还是表达不了呢？对，我们有很多问号，这些问号，这些问题会折磨着我们。我们人好像就是总是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就会让自己舒服一些。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就是学到一定程度，发现自己好像前面有一堵墙我过不去的时候，我会在墙下绕啊绕，绕啊绕，然后往后退几步，好像可以往前再进几步，又往后退几步，但是就是翻不过那堵墙。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底层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就其实学习语言，它和学习任何东西都是类似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很好学习习惯的人，就是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真正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迂回的我小逃避一下的这种人，他学习语言的速度肯定会比别的人快一些。所以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学习语言的进度。就是我们面对人生中会出现的很多问题，不管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我们肯定都会面对很多问题，对不对？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如何应对的？这其实会反映到我们学习语言上面来。假如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会想到就这样吧，差不多就行了。假如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学习语言的时候，学习中文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么一个态度。我们不会去死磕它，我们不会去真正的细想一下，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学习的时候会大概有个方向，比如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课本，我们就是跟着课本去走就行了。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就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这个时候不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能动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到学校去，老师会教我们一些东西，我只要把这些作业做完了或者应付一下，我就是其实在一点点的成长，对不对？但其实真正成长有多少，速度有多快，真正底子打得好不好，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如果一开始也是遵循着这么一条像上学的时候这一条比较偷懒一些的这种路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走到后面的时候学习中文会特别特别难。因为一旦到后面就过了前面这个阶段，因为前面这个阶段是有老师扶着你引导着你往前走的，到后面其实是一片很广阔的天地，特别宽广，甚至看不到人影，对不对？这条路是需要你自己去找出来的，你自己去一步步往前走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去思考，那现在没有路的话，我怎么踏出一条路来？那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因为这条路很长，对不对？我甚至看不到头，我甚至看不到它前方在哪里。那么我怎么能去接近那一个我甚至看不到的前方呢？怎么去做呢？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要是以前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习惯就学习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没有这种经历、习惯、能力的话，他就两眼一摸黑，就抓瞎了，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语言学习者在原地打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在原地打转，就在这块不断的打转，因为他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他从小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未知问题的时候，怎么去一步步解决。就像我之前也说过，学习语言的话，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定一个特别长远的目标，就是说我定一个我甚至都看不到很难够得到的这么一个目标。这个时候你稍微走几步，对吧？你做几步，走发现我好像也没走多远的时候，你心里会犯怵，你会害怕，觉得自己好像根本达不到呀。这个时候慢慢就会变得消极，最后可能就随波逐流，对不对？就这样吧，这样每天走一点点，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每天就这样走一走吧，我可能终有一天能走到。所以有些人就会把人生的目标、学习的目标定在一个比较长远的未来，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那一步，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肯定能达到的。但究竟怎么去到那一步呢？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到那一步呢？大家其实是拒绝去思考的，拒绝去让自己那么痛苦，因为你需要思考，思考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制定计划，就是每一步怎么走。我们可以把这个学习中文到后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一步一步拆解下来，把它变成很多很多的小问题，想着就是我制定计划，这个星期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这一天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这一刻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把这个计划做得越精确，你实现起来越容易，越容易你越能坚持。其实很多人说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不能坚持？为什么？因为太难了，就从小到大学习的这个习惯没有养成。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一点一点面对的问题，循序渐进，每天做一点，掌握一点。这样的话，到后面我们一路往上走的时候，会发现它问题它只是超出我们舒适圈一点点，我们够一够就能够着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成长的。但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阶段并没有形成这样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一开始很松散就是随波逐流，就是每天这样应付，做一点，到陡然之间他会发现这个难度陡然之间增加了，因为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平平的往前走的，不是这样一个曲线的往前走的。所以到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点在很上面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跟不上了。学习中文也是这个样子，你一开始没有一个计划性，没有计划，你做事情就很松散，很松散的话，走到那一步，时间虽然推移的过去之后，到那一步之后，你突然之间会变得很绝望，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达到这么一个目标。比如说人家1年之内是这样慢慢的成长的，你1年之内是这样的，别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到轻易能够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绝望，
我在这个时间我直接够到那个阶段啊，这么陡的坡我直接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灰心丧气，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说我觉得学习中文，你学习很长的时间，用了很久的时间，你可能有些时间它是浪费了，有些时间你是根本没有计划性的，所以这些时间对你而言其实是在语言学习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你要是有这个决心，从现在开始，而不是想着从明天开始，从下个星期开始，就从现在开始，你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比较精确，比较细化，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想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一个星期之内需要攻克哪些困难，但这些困难这些计划它是可以实现的，又不要过难。这样的话你每成长一点，你的自信心就增长了1分。因为人的自信它其实是一个结果，不是说它与生俱来这么一个事情。在学习任何事情的过程中，自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自信心是培养起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有计划的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小小的目标，攻克一点点的问题，攻克一点点的小困难，然后让自己自信增长，然后一点点往上走。这样的话你才可能真正的学会说中文，不然的话你可能又是很多时间花进去了，还是看不到任何成效，说话还是这样磕磕绊绊，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又很灰心，又很丧气，又觉得别人怎么这么厉害，心里很羡慕甚至嫉妒，然后转而最后又安慰自己啊，他肯定是因为有什么优势呢。但其实真正的原因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